很多人都喜欢做计划，而我作为一个老江湖，深知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这个时候就需要很多个 B 方案。比如前几天，美嘉，不知道你喜欢哪一款，我就买了2个妈咪包给你，你换着用啊。天哪，哎，这个颜色我喜欢，这个也好可爱呀！花了你不少钱吧？给小小布的百日宴礼物，花了再多钱也值。喜欢。哎，张伟，你打算送什么啊？我百日宴送包，200天的时候难道要送跑车吗？看来这玩意儿送不出手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有 B 方案。美嘉，看看我。呀，不好不好，大力，就是给你们买的，真的不好。收着吧。大力，你看孩子还小嘛，干嘛这么破费呀？一定很贵吧？早晚用得上的，小小布穿了一定很好看。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，没事儿，我还有 B 方案。美嘉，看看我。我的天哪，这个看起来好高级呀，它还会自己动。上面这个小玩具也好可爱呀！小小布这么可爱，普通的东西怎么能配得上它呢？哎呦，好喜欢！没关系，我扛得住。谁叫我 B 方案多呢？美嘉。啊？哎呀，百日宴的礼物我实在是没有方向，不知道买什么。这样，小小布缺什么，我给他买。干嘛这么客气呀？你手头上也不宽裕，心意我领了，我啥都不缺。哎呀，那不行，礼物还是要送的嘛。美嘉姐，百日宴我也不知道送什么，我这里有些超市的购物卡，拿去给小小布买些好吃的。这么多啊？不够吗？啊，这里还有一些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我最缺钱了，我现在就去超市给小小布买奶粉，顺便抱着他晒太阳。抱着多累呀，推婴儿车去啊！哎呀，别提了，我之前那辆婴儿车啊，质量太差了，我早就退货了。小小布，妈妈来了。婴儿车，我有一个大胆的 B 方案。噔噔噔噔，猜猜我给小小布送了什么礼物？看着像个购物车，你不会是想送一车尿布吧？尿布怎么送得出手呢？这个，美嘉肯定喜欢。高分子喷气，极限承重，多地形避震，堪称婴儿车界的劳斯莱斯。我还是头一次从你嘴里听到劳斯莱斯这个词儿。哎呀，再穷不能穷孩子嘛。小小布的婴儿车坏了，我特地买的这个。哎，你们看我买的新衣服怎么样？哟，这不是郑律师的爱车吗？割肉买车的感觉怎么样啊？割肉，3000的车看成了300，买了才发现是减300。可怜啊，以为是天上掉馅饼，没想到掉下来是铁饼。都怪那些中年老男人，把买东西搞这么方便。我用李总的搜索引擎一下子找到了这辆车，又用马总的软件一下子付了款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呢，王总的人一下子就把车送到我的门口，还搭进去了2个月的生活费。张律师，努力活下去，明天会更饿。美嘉回来了，把车藏起来，给她个惊喜。叮叮叮叮叮叮叮。拍完照回来啦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儿童摄影太牛了，只要你肯出钱，外太空都给你整出来。小小布可爱的我都要化了，我还买了些好东西，子乔你快点儿。啊！哎呀！哇！好嗨哟，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。脱下鞋子跳舞，赤着脚太空漫步。我想问你还真酷，阳光晒过的路，正好是年轻的温度，温暖舒服，尝新了老去的树木，吸一口这扬州漂浮。蓝色背景下，我练习飞行的角度，保持我的态度，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，靠整天的雾晚刷整片荧幕。
哪一步？哪一步？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，每一个动作我都完全投入，不断变得你陪我加速，奔跑在我们的领土。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，每一个动作我都完全投入，不断变得你陪我加速，奔跑在我们的领土。拍写真还送车？送！这家影楼巨会做生意，不但拍照花钱，还忽悠美嘉买了一堆婴儿用品。这车是买的。哎，怎么叫忽悠呢？你看，澳洲奶粉、日本台灯、德国婴儿车，还有英国皇室专用尿布，都是用得着的东西。你看这个婴儿车，防震防摔，还能折叠，多实用啊！我这个也不错呀，材料还是什么美女合金的。是镁铝合金吧？他们说这辆婴儿车用的是造火箭的材料。刚穿上纸尿裤就要上天啊，有点着急吧？我们家小小布虽然不是第一个女太空人，但觉得是最可爱的那个。这么好的车，打完折才要2000块，多划算！划算划算，买到就是赚到。哎呀，这材质没人家的好，价钱还比人家贵。张伟，你这倒霉体质真的是奥运级别的。哎呀，张伟，挺感激你给宝宝买礼物的，我们心意都收到了，但是已经有了一辆了。不然这样吧，你把这个退了，别花那个冤枉钱。退？我要是把车退了，1分钱没花，还让他们感受到我的心意，这买卖划算呐！好歹也是一片心意呀，怎么就买重了呢？好吧，我退掉。不过有一点，记住，只要小小不需要，他张叔随叫随到。哎，大力，你英文好，帮我看看这个手模的使用说明书。手模？就是用定型材料给宝宝的小手留个模型，这里面还有黄金的成分，做出来就是土豪金的。来，给你看照片，你看，这个小手的模型太可爱了。等宝宝长大后啊，就送给他，好有意义的。等宝宝长大，我会告诉他，你这个拳头值500块啊，一根手指1盘，简直就是金手指。哎呀，别那么丧嘛，这钱可以再赚，手模一辈子也就做这一回，值得。就是啊，这上面写的是安全事项，没有使用说明。我研究一下，明天帮你一起做。太好了，我明天先去拿照片，回来我们就开工。哎，照片我去取就好了，你在家带孩子。你一个人行不行啊？相册很重的，到时候你大包小包的。做苦力更不能劳烦你了，海棠陪我去。我就你是有闲有力的小鲜肉，不找你找谁？谁去都不能让美嘉去，影楼肯定还有一波推销。他要再乱买东西，我家小小布能不能成太空人我不知道，我肯定成太空人。空的，空的，都是空的，太空了。有美美的照片，可爱的手模，还有叔叔阿姨送的礼物，小小布这个百日宴一定超完美。小小布，妈妈来喽！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，我们家小小布是貂皮大衣。照片拿回来了，快给我看看。那都在这儿。哎呀，都什么年头了，还有人用光盘？你打算让我怎么看啊？哟，小小布好可爱呀，更可爱呀这张。因为只有光盘是免费的。子乔哥，你也够狠心的，影楼的姑娘推销了那么久，连我都心软了，你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也不想这样啊，这家影楼太会做生意了，做相册要加钱，做相框要加钱，连把照片拷进 U 盘里也要加钱。昨天美嘉已经把拍照预算都花光了，今天实在没钱了。哎，海棠，我记得张伟好像有个移动光驱放在储藏间里，你去找找。快点。
子乔，这影楼的推销员估计都是漂亮姑娘吧？你居然能纹丝不动？我在数他睫毛，根本就没听他说话。礼貌又能免疫所有推销，这是抠门界古今第一奇人张伟传授给我的。光驱找到了。这光驱要逃跑？张律师买的肯定是山寨货，有点小毛小病也正常。都冒烟了，要不换一个？没事儿，一般有毛病的电器，斜45度角劈下去，一定能好。我的光盘，世界真不公平，肚子老是自己饿，就是不会自己饱。你是甜甜圈儿，蘸点巧克力酱就更香了。嘿嘿，我已经说过几百遍了，我是要退车，我不接受再换一辆新的。为什么要退车？我没孩子总行了吧？我是没孩子，又不是孩子死了，你遗憾个毛线啊？下个孩子用。我说了我是没孩子，你什么态度啊？我投诉你啊！喂。我的甜甜圈，最后一个了。你管这叫甜甜圈？你这吃的是啥？网红新品吗？哎呀，你还看英文书？我只看到了吃的。嘿嘿。自从送了小小布礼物以后就穷了，想吃东西没钱，只能靠想象力了。这本书特别解馋。你们送礼的时候都一个比一个厉害，害我也杠在那。这东西虽然难吃，但和我接下来2个月要吃的东西比起来，味道还算是好。我们也是好心嘛，你能不能不要化悲愤为食欲啊？给我留一点儿。再说了，美佳姐不是让你把婴儿车退了吗？客服说不能退呀。为什么？现在不都有包退包换条款吗？客服说，我那辆车是搞优惠的时候买的，因为享受过优惠，所以只能换不能退。那你放到网上去卖不就好了？那我分分钟损失好几百啊！还好，我有 B 方案。客服说了，只要我能证明这辆车子存在质量问题，就能退货。人家车好好的，你这样找茬不好吧？你好歹是个律师，目标是德艺双馨。得意？我好久没得意过了。双馨，从来就没见过。哎呀，换平时我也不想啊，这不律所最近生意不好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要送美佳这辆婴儿车。然后接下来2个月能蹭就蹭，蹭不了的话，每天只吃1顿饭，白天做律师，晚上打份民工帮人织毛衣。结果美佳说心意领了，车可以退回去。啊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简直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！说的我鼻子都酸了。那你上网查了吗？车有质量问题吗？查过了，完全没有。只有一则新闻：一个母亲台风天推着这辆车经过了一棵树，正好闪电劈下来击倒了这棵树，压坏了婴儿车。这又是打雷又是刮风的，这钢铁侠也不一定扛得住啊，何况婴儿车呢？张律师，要不算了吧？不行，我可不想接下来2个月无故吃土。我去研究一下说明书，一定能找到破绽。这啥玩意儿？甜不甜，咸不咸吗？完了，影楼说为了保护客户隐私，所有照片都删除了，没有备份。都是张伟的破光驱闹的，我去骂他。坐下，遇点事儿就想跑，有没有点男人样子啊？不赖我呀，胡老师，光驱是你砸坏的，对吧，子乔哥？一个提供作案工具，一个使用作案工具，你俩谁都别想甩锅。
我比窦娥还要冤，光驱明明是你们叫我拿来的。不服是吧？觉得赵海棠有责任的，请举手。这不公平！觉得胡老师有责任的，请举手。哎呀，行了，还是想想该怎么办吧。你们再去拍一套不就行了？大哥，拍照是要预约的，明天就百日宴了，来得及吗？再说了，这张照片对于美嘉有多重要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现在跟他说没了，可能吗？那我去网上查查怎么修光盘吧。你还不如查查哪家棺材更便宜呢。我倒是有个 B 方案。看我干嘛？名人写真都是些特写和近景，看不出在哪拍的，应该行个图。那为什么非得在我这儿拍啊？这儿最安全啊！哎，我一会儿把小小布带上来啊，美嘉绝对想不到我们在这儿。照片什么主题啊？这套照片我们一共拍了5组：《西游记》主题、鸡窝主题、飞行员主题、画家主题，还有一张妈妈亲孩子的母婴主题。这不都有现成的吗？这都是样片儿，别人家的孩子。美嘉是傻又不是瞎。再说了，这上面还有水印呢，只能看看效果。这些背景不就是些不同颜色的毛巾和床单吗？超市就买得到。袈裟和法杖，我可以找 cosplay 社的哥们儿借。哎，小小布有一些差不多的玩具，画笔和调色板，不知道关谷他还在不在？其他的道具也可以 DIY 啊。等等，这美嘉亲孩子照片怎么办？她最喜欢这张了，老嚷嚷着要洗出来挂墙上。有没有美嘉姐亲你的照片？我可以试试把你 P 成宝宝。现成的没有？我一会儿想办法拍一张。行了，我来布置房间，海棠搞定道具，子乔把小小布偷上来，速战速决 ，Go Go Go！ 太美了，光看图片好像就能闻到香味儿。怎么是酸的？有人打翻醋坛子了？你打算和婴儿车洗鸳鸯浴？说明书上说这辆车的喷漆耐湿热耐酸碱，我就不信这是真的。所以你就用醋往上着火啊？有用吗？完全没有。可惜了我半箱82年的镇江香醋啊！别折腾了，一起去看提拉米苏照片，提神解乏又开心。这辆车必须退掉，我再等等。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我还有 B 方案。美嘉姐，原料我都准备好了，咱们上楼调配一下，把金粉饺拌进去，大概30分钟就可以做手模了。不过最好趁宝宝睡着的时候做，手不会乱动，成功率会高很多。那我先哄他睡着，我们睡觉觉喽，来，哎呦，好了，乖乖，哎呦，睡觉觉了，哦，好，哦，嗨，育儿书上说，宝宝这个时候记忆力最好，我先让他听着，赢在起跑线上。同意，少壮不努力，长大转经理。哎，要不要我把智能方程、德布洛伊方程、傅里叶变换方程、狄拉克方程、薛定谔方程编成儿歌给小布听？不用，我怕他吃不下。走，快去。小小布，乘法口诀听腻了吧？爸爸带你去嗨。哎，看见我手机了吗？柜子上吧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我看他一直没睡着，所以我哄他睡觉呢。照片拿回来没有？哦，影楼说要晚一点，等会儿再去。你怎么能把孩子一个人放屋里呢？万一有个3长2短的。我跟大力就在楼上，我们准备给宝宝做手模，正在调石膏呢。你说做什么造型好看？造型不就那些吗？石头剪刀布。
宝宝手里捏个东西就能做出更特别的样子来，比如比大拇指，比如做6的手势。哎，要不比个心吧，象征着小小布是我们爱情的结晶。这个主意不错，有点难，不过我可以试试。美嘉啊，亲我一下，我拍张照。你有病吧？你干嘛？这不是病，这是爱。遥想当年没有小小布的时候，我们相亲相爱，牵着手四处走，看不到对方就吼一吼，看到对方就搂一搂，多怀念啊！不用管我，这种事我在学校见多了。你们继续，我自修。于子乔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没有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冰箱里的蛋挞是不是你偷吃的？我是特别喜欢你亲小小布那个照片，我也想要一张，最好角度、方向都一样。快！布置完毕，道具就位，速来。哎，不亲算了。哎，你们不是还调颜料吗？赶紧去，我接着哄小小布睡觉。你们男人还真是大猪蹄子啊！刚才还小鸟依人，现在就爱答不理了。行，我走了，半个小时之后回来。走吧。小小布，多向你妈学学，以后对男生套路提防着点儿。我们不哭不闹乖哦。人家没发现吧？差一点点，还好我病血聪明，看上去挺专业呀。那当然了。不过我记得唐僧手里是法杖啊，你这是狼牙棒啊，这样更霸气。还有这个，这孙悟空是不是太平了点儿？就这点时间，能有这个就不错了。赶紧拍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哎，快给小小布穿衣服。哎，宝宝，我们来换衣服喽。小小布乖，不哭了。我都快神经衰弱了，他为什么一直在哭啊？太渴、太饿、太冷、太热、太累、太嗨，没事刚好，一切皆有可能。那快哄哄他呀，吸引他注意力，不然怎么拍呀？小布别哭了，看爸爸。这样不行，小朋友的哄孩子强化型，要不把他叫来。你还嫌不够乱啊？多一个人知道，多一份闯关的危险。一飞，拿玩具跟我一起哄他。996、997、998、999，一千。哎，帮我看看，这车坏了没有？承重系统有问题，一样能退货。好着呢，张律师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，不要挑战 Made in China 的品质。没关系，还有刹车，刹车系统往往是一辆车最薄弱的环节，只要证明刹车有问题，一样可以退货。哎，这样吧，你推着车，带我下去，兜兜风。你这么大个人坐在婴儿车里，还要我推你出去？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府基新开了一家法国网红甜品店，你知道吧？怎么了？我会买这辆车，你也有责任。不过只要你能帮我证明这辆车有质量问题，一旦我退了款，不但可以既往不咎，还可以带你去吃那里的抹茶松露芝士提拉米苏。那个很贵的。我了解过了，那家店正在开业酬宾，每天限量赠送20份提拉米苏。只要提前1天晚上带着咖喱酱去排队，就一定能免费吃到。到时候我点一杯白开水，在旁边坐着，1分钱也不用花，简直完美。那可是全城最好吃的提拉米苏，据说能吃出土耳其冰淇淋、日本抹茶、法国慕斯和比利时巧克力的丰富口感。不行，推个大人太变态了。还有蒸羊羔、
蒸熊掌、蒸鹿筋、烧花鸭、烧雏鸡的丰富口感，还有红肘子、白肘子、熏肘子、水晶肘子、蜜蜡肘子、烧锅肘子。张律师，别报菜名了，我耳朵要流口水了。你一个女孩哪觉得动你啊？我很轻的，自从买了这辆车之后，我就没怎么吃饱过。你能不能别去外面啊？这儿怎么施展得开啊？等等，我知道有一个地方足够大。哪儿？我们瞒着一菲姐用她的新房，她不会打死我们吧？子乔和美霞也用过呀，备用钥匙就在冰箱上，大家都知道。只要咱们足够快啊，做完之后立马下去，不会有人怀疑到我们的。为了提高你的积极性，我把提拉米苏也给你带来了。牛儿，你就看着他，然后推着车全速前进，然后猛踩刹车。只要证明这个刹车没有广告上说的那么好，咱们就能退货了。到时候你就能吃到真正的提拉米苏了。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哎，你不知道吗？11楼王铁柱和田二牛家刚生了2胎，家里别提多热闹了。哎呀，你别管那么多。哎，奸商们，接受正义的制裁吧 ！Go go go！ 提拉米苏，我来了！刹车！刹！外面有人！我好像听到什么正义的制裁。哀嚎都能这么猥琐，肯定是张伟。他来干什么？抱歉，张律师，惯性太大了，不太好把握。没事儿，咱们再来一次，我一定要让他原形毕露。咖喱酱也来了，冲我们来的。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？你下楼抱孩子的时候让美佳姐起疑心了，竟然敢忽视我的合理要求，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美佳也支持我这么干，她亲口说的。真是美佳派他来的。可是他说我们忽视他的合理要求，有吗？多了去了，看来他这次是想公报私仇，新账老账一起算。这样真能拿到钱吗？不光是钱的事儿，这是个原则问题。啊，竟然敢瞧不起我，我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哎，美佳姐居然出钱让张伟上来找我们现行。那边张伟不给他钱，他能挪窝？只是我没想到张伟对我们的怨念这么深。完了，这次被美佳拍死了。咖喱酱，咱们再来一次 ，Go Go Go！ 都撞门了，赶紧帮忙，不能让他们冲进来。我就跟他们说清楚。你说清楚，我就遭罪了。奇怪，这个门又没有门锁，他们想冲进来抓我们，带红大白走进来就可以，用不着撞门啊。难道不是来抓我们现行的？那闯我们家门干嘛？就算他们不进来，我们也撑不了多久。小小不一哭，就全穿帮了。不哭了，赶紧拍呀！小小布，你是在跳舞？我看正在练习踹门呢，快破茧而出了！快点啊！哎呀，我没力气了。咖喱酱，不要放弃，看看那是什么，你马上就能吃到它了。我改变主意了，除了提拉米苏，我还要加一个马卡龙。成交。还差多少啊？第2套快拍完了，美佳说过半个小时就要回去，没时间了。急也没用，张伟在外面，你出不去。哎，要不摊牌吧？我得带孩子回去，你们跟他们慢慢解释，一定要替我保密。
除非打到他失忆，不然以他的尿性，你觉得能瞒得住？再说还有咖喱酱呢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刹车还没坏啊？你再这么下去，车没坏，我要被玩坏了。咖喱酱，我们这次玩博大的，这一次你比平时的刹车更晚一些，这样就有足够的势能转化成动能。根据牛顿第2定律，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只是想吃个提拉米苏啊！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这话应该我问你们吧？来我房间干嘛？我不退车了，借你的走廊试试车的性能，对吧，咖喱？对，我们不是来弄坏车的。居然把我家走廊当成卡丁车跑道，不知道地板很贵的吗？不好意思啊，马上就走，马上就走。哎，等等，怎么这么多玩具啊？你们在拍照？瞎看什么啊？没见过毛绒玩具啊？你还喜欢这些？怎么可能？都是赵海棠的。哎呦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你让他自己说吧。没错，都是我的。其实我很喜欢毛绒玩具，还会定期给他们拍照。但这个爱好挺丢人的，怕你们瞧不起我。只有胡老师知道。咖喱酱，你不会瞧不起我吗？不会的，喜欢毛绒玩具男生的内心都很温柔，或者很变态。放心吧，我们不会出去乱说的，谁还没点变态的嗜好呢？如果能让我们在这里试车的话，我们会忘得更快。我这刚装修好，不能这么折腾的。哎，小黑那儿不是有一个跑步机吗？你们去他那儿试呗。跑步机？大力，今天多亏了你，我才能这么快把石膏调好。没事儿，要不是你手被粘住，也用不着我帮忙。子乔今天突然让我亲他，感觉怪怪的。雄性动物的求偶行为通常都是很直白的，就好像河豚鱼会在海底化缘，园丁鸟会整理巢穴，而赵海棠会在我复习的时候突然跳出来吟诗作乐。我跟子乔都这么多年了，他很少这样的。人类有稳定的情感模式，而老布突然有这种表现，这可能是一种偶发的返祖现象。你又干嘛？整理房间啊，晚上睡得舒服。我说吧，雄鸟会整理巢穴。小小布怎么还没有睡着啊？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哄啊？谁让他随我呢？精力旺盛。大力在呢，瞎说什么呀？快哄孩子吧。可他今天怎么都不肯睡。爷，他眼皮打架了，这招你哪儿学来的？我前2天发现，小小布听到莎莎的声音就犯困。你接着，我来。美霞，气氛这么好，我们拍个全家福，留个纪念吧。我亲小小布，你亲我，怎么样？来。你又来？哦，我可以回避的。再说你买的手模是快干型的，等孩子睡着，这批材料应该已经干掉，不能用了。我上楼调试一下，你们玩。哎，等一下，小小布的手模材料我一定要亲手调。你先哄孩子，我调好就回来。哎，你亲完再走啊！这次要等多久啊？半个小时吗？小小布，乖，不哭啦。我知道了，小小布不喜欢跳伞，他
恐高。等会儿，我有绝招。上来。你确定这样管用？美嘉在楼下刚才就这么哄他睡觉的。我让你哄他笑，不是哄他睡。耶，他不哭了。再瞧，哦，他是对撞击有反应，刚才是撞门，现在是撞头。这么喜欢看老爸遭罪啊？你是不是我亲生的？接着瞧。我已经按照他们的要求改装了这台跑步机了，上面的减速带就像坑坑洼洼的石子路，车子在上面不停地震，可以测试避震系统的极限强度。不过有一句说一句，在跑步机上推婴儿车，这一组合跟无人月饼有的一拼了。别提吃吧，我都饿了。再加把劲儿，离离全程最好吃的提拉米苏越来越近了。有吗？我感觉自己像头驴，前面有根胡萝卜，我看得见，但我有点吃不着。要加速吗？加速。避震系统怎么样？那完全没动静啊！张律师，如果我们没法把这车弄坏，你还会请我吃提拉米苏吗？别这丧气话，小黑，加到最大。我怕恁身体吃不消，我撑得住。这车的避震系统好厉害，那么颠簸都没事。张律师，你还好吧？我都快散架了，想不到我张伟居然搞不过一辆婴儿车。下一步计划是什么？我还不知道，但总有办法。你是打算静坐，把这辆车坐坏吗？张伟，我上次送你的天平借我用一下。我早觉得他有点变态，大力，要小心。不是大力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你听我给你解释啊。哎，虽然画面比较辣眼睛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减压方式，我尊重你。那就好。啊，不是，我不是在减压，我是在检测这辆婴儿车。哎，对吧，甘丽江？哎，你这什么表情？有没有发现，一敲你的脑袋，小小布就变得特别的佛系？你这个脑袋简直是比木鱼还管用。哎，你看他跳得多欢乐呀！小小布将来肯定是个舞蹈家。搞定！为什么我眼里有2个小小布？你振作点儿！哎，宝宝的照片全了，美嘉亲宝宝的照片怎么办啊？我现在送小小布下去，争取搞定。哎，你们趁这个时间赶紧修片。门在那边。啊？你说张伟最近是咋了？这是种偶发性的彼得潘综合症，发作的人会沉浸在幻想里，以为回到了儿童时代。他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？大力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作为他的女朋友，你要给他适当的安慰，没事多搂搂他，亲亲他，很快就好了。其实我和张伟还没 kiss 过。啊？还没睡着啊？你那法子不灵了，他看上去特别兴奋。看来非得我用大招。来抱着。呀，好乖。跟着我的节奏，深蹲。
们在干嘛？小小布除了喜欢沙丘的声音，还喜欢背深蹲。这种大幅度的上下运动，会让他在短时间内进入梦乡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在跳大绳呢。终于睡着了，我赶紧再去跳一次石膏。好累啊！我睡着了，好累。辛苦了，老公啊。没事儿。你怎么搞突然袭击呀？我都没准备好。kiss 不有讲究惊喜的吗？再来个，快！想得美。这个嘛，我现在右边脸非常满意，但左边脸表示如果得不到同等待遇的话，就要罢工了。哎呀，面瘫了，快，面瘫了，快！脸皮厚。大哥，你这 P 图技术是体育老师教的吗？距离产生美啊，站远点就看不出了。等会儿，这法章上怎么有字儿啊 ？cosplay 社财产借用不还，全家要完。我可以 P 掉。这鸡窝是遭到龙卷风袭击了吗？赶时间嘛。还有这张，明明是跳伞，怎么一副跳楼的表情？笑的那几张都拍虚了。你别笑啊！这胡子也太假了吧！小小布一直在跳，我胡子粘不住，我只能 P 一个上去。哎呀，别管那么多了，事到如今，你就一口咬定这是影楼拍出来的，反正死无对证。大姐，别的就算了，你们自己看这张，我想一口咬定啊，还不咬到自己舌头，P 的多假呀！张伟呢？美嘉，你怎么来了？找张伟啊，人呢？哎呀，我的腰！哎呀，我放弃了，放弃了，啊！哎，张伟，听说你那辆婴儿车怎么使都不坏，有没有这事儿？怎么了？就是我影楼推荐的那辆吧，太废了，我就去楼下试了一下，结果撞到石头，轮子就掉了。我那辆正好没退，就给你用喽。真的，太谢谢了。哎，你那辆为什么不退啊？因为，等等，我为什么要说出这项？反正也退不掉，至少让我长个脸吧。因为我这个人做事一向周全，早料到你们的车会坏，一直没去退。你们看，现在派上用场了吧？谢谢你啊，张伟，你是我见过最贴心的小气鬼。这你都能圆啊？我请你吃提拉米苏2份。哎，别！干什么？照片拿回来了是不是？让我来看一看。美嘉，那个影楼吧，一般都只图赚钱，拍的肯定不走心的。摄影师拍成这样，不是因为技术不够，而是想追求居家的感觉。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以后我们去别的地方再拍一套。这个照片看起来太赞了！天哪，小小布笑起来好可爱啊，这跟我小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。是吧？果然当妈的都自带母爱滤镜，眼里只有自己的娃，完全不在意细节。张伟，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很大？就还行吧，每天日常倒霉呗，生意也不是特别顺利，估计又要吃几个月泡面。每份泡面呢还要掰成2半，早晨1半，晚上1半。你这么辛苦，还送这么贵的婴儿车给朋友，我觉得你很 man， 而且你还有 B 方案，预料到了婴儿车会损坏的情况，思考越来越周密了。我喜欢。不！别担心，会转运。我转运了！我转运了！
我也要断约。小小布的照片是我。他说什么？啊，嫉妒使他的头脑短路了，别理他。对了，手模做好了吗？大力已经把笔芯的手模做出来了。我要把这张照片挂起来。小小布的百日宴一定很完美。